大家好，今天想要介绍的是如何选购墨条。首先，我们必须了解制墨的原料及工序。就保存状态，可分固态墨和液态墨；就使用的方向，可分疏墨、化墨、观赏墨和药墨；就原料来源，可分植物性烟、植物性油烟、动物性油烟和矿物性油烟四大类。植物性烟有松烟和锅底黑。当物质较为缺乏时，古人也曾经使用锅底黑来制墨。植物性油烟则有桐油、菜种油和胡麻油等。动物性油烟则以猪油为主。另外，日本也曾经用精油取烟。矿物性油烟则以石油取烟。而墨条基本上是由烟料、胶料和药物所组成。常用于制墨的胶料包含鹿胶、牛皮胶、鱼胶、虎胶等。而用药则以麝香最为熟知，在经过混合、除导及墨膜成型等工序，并阴干1年以上的时间才得以完成，不能保持100年左右的时间，值得我们有所珍藏使用。至于我们该如何选购墨条，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事实，也就是目前在市面上所能购买的墨条，绝大多数是用矿物性油烟制成的墨品。毕竟植物性油烟问世后，其价格一直居高不下，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取得成本过高所导致。而松烟墨才是古人最常接触的墨品，直到19世纪末都还是这样的情况。因为松烟除了能制墨外，还有一个产业必须大量使用，那就是印刷出版事业。古代用于印刷书籍的原料几乎都是用松烟来印制，所以能让墨厂取得松烟的成本降低。另外，在台湾我们通常是全用油烟墨作画写字，这可能是与墨汁十分普及有关，也让我们习惯了油烟墨的墨色。仅在书写篆隶时偶尔会使用松烟墨。不过在日本则情况有点相反，油烟墨主要是书道用，而称清墨的松烟墨主要是作画用途。就目前保存的历代书画作品来看，唐宋无论书画都是用松烟墨，而明代中期才有用油烟墨的作品出现，但为数不多。直到清代，书画家使用油烟墨的情况仍然不算普及。最后拜近代工业革命的机缘，我们才有机会使用到价廉值金的油烟墨。在台湾，虽然最容易购买的墨品还是墨汁，但在专门的书画材料店，例如小书斋、汇丰堂及国泰等，还是可以买到品质不错的墨条。中国胡开文墨厂和日本古梅园都有生产不错的墨条。如果以古梅园红花墨为例，其圣烟和5星红花墨是用菜种油烟制成，而4星红花墨是菜种油和矿油烟混合制成。至于3星红花墨，则是纯用矿油烟制成。除了价格差异极大外，所含胶质的粘性也不尽相同，5星会较3星更粘且硬。至于植物性和矿物性油烟所制墨条的墨色到底有无明显差异，除了淡墨呈现有些许的不同外，其余基本上是差不多的，所以不需要过于追求价高的墨品。如果是写字需求，个人会建议油烟墨的墨芯会比较适合写行草，松烟则是篆隶楷。而如果是要画水墨画，个人会建议用墨条会比用墨汁好，因为墨条的墨色会较墨汁分明，而且墨条的墨性也会比墨汁好用，也因为没有防腐剂的成分，对纸张不会造成伤害，所以还是磨墨作画是比较正确的选择。至于要选用松烟墨还是油烟墨作画，如果要画得很黑，当然是要用松烟墨；如果要墨色漂亮，则是用油烟墨比较适合。也可以画山水用松烟墨，画人物花鸟用油烟墨。其实松烟墨和油烟墨是可以混磨使用，先磨哪一种墨都可以，也能产生不同的墨色效果。此外，会决定这条墨好不好磨的最大关键因素，其实是跟制墨的用胶有关，而专业人士使用的墨汁会较墨条的墨水难用，也跟所用的胶质有关。目前仍有一些小墨厂会使用猪骨胶来制墨，用这种胶制墨有成型容易及速干的特点，但制成的墨品会过于坚硬，
甚至印到无法出墨。而买墨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不能试墨，所以购买前还是必须有所注意，尽量到有信誉的书画材料店购买大品牌墨厂所制的墨品，才能尽情享受磨墨用墨的乐趣。以上就是我所要分享的几个挑选水墨用墨需要注意的重点。也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